据环球网报道，中俄双方于5月25日在莫斯科参加了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双方就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等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广泛共识。而且在磋商开始之前，俄总统普京还在索契和杨洁篪主任通了电话，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俄方也将坚定致力于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这次表态是普京在近期内对中俄关系第2次做出的高度评价，它不仅体现了俄罗斯在中美关系上的立场坚定，也表达出普京想要加强俄中合作的强烈意愿。那为何俄中要加强合作？越南专家的分析可能会给我们答案。据越南军事网站近日报道称，一些专家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到2025年以后，俄罗斯海军空军可能面临的只有解散这一条道路。对此，这些越南专家给出的解释是，他们认为尽管俄罗斯正在为恢复海上力量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在近海和远海大规模的建造舰船，但到目前为止结果却差强人意。而且想要解决大型军舰的严重短缺问题，除了强悍的工业实力，还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来讲是个巨大挑战。除此之外，越南专家还指出，在如今的战争模式中，大多数海军大国都在重视海上空军，但很显然俄罗斯的海上打击力量主要还是依靠潜艇舰队，而海军空军多年来拥有的战斗机数量非常少，飞行员的训练也十分缺乏，这就让俄海军的航空力量与其他大国相比显得有些弱势。对此，俄罗斯领导层也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制定订购战机和培养飞行员等计划，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计划而已，而且想要完全落实该计划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因此，越南专家认为，如果敌人不打算给俄罗斯海军留有复兴的机会，而是决定利用他们现在的弱点发起进攻，那么俄罗斯海军航空就很有可能濒临崩溃。也许到2025年以后，俄海军空军就只有走向解散这一条出路了。在这种背景下，普京深知唇寒必齿亡，唯有合作求发展才能继续生存的道理，于是积极向中国表达想要加强两国合作的意愿。同时，随着美国对中俄的无端打压和制裁，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中俄将在更多的领域，包括军事协作和军事技术合作上，将有更加深入的合作。这有利于消除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也为各国怎样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树立了典范。长久以来，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霸权掌控着世界秩序，可以说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挑战美国。但是中国的发展崛起似乎将要改变这一切。认清这一趋势后，美国也开始将日渐壮大的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费尽一切心思开始对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打压。而为了更好的进行打压，美国将中国列为首要竞争对手。对于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潜力，美国也是毫不掩饰地表示，中国各方面的数据都显示中国有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取代美国。显然，美国这番话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也意外地肯定了中国的实力。但是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却率先打破了自己立的规矩。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将从日本横须贺港撤出，并驶向中东地区。而这次撤出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据悉，这是里根号航母自2015年部署到亚太之后首次离开，而这次离开也将导致亚太地区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没有美军航母部署。至于撤出的理由，也并不是因为拜登在对抗中国步伐上有所放缓，而是出于维护中东战略的需要。据悉，这次撤出行动是配合美军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随着世界越来越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的全球部署战略显然已经十分吃力了。这次里根号的出动也实在是出于无奈。消息人士介绍称，除了里根号外，无其他航母可以用于协助美军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而此举也让外界直呼，这与拜登呼吁的优先亚太军事部署战略相悖。巧合的是，几乎在美国航母里根号离开日本横须贺港的同一时间里，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开始其前往亚太的征程。显然，这是英国跟随美国步伐所开展的一次军事行动，意在向中国示威。不过，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行动，在外界看来只是做做样子。众所周知，英国现在的军事实力完全无法支撑其全球战略，更何况其航母的真实战斗力到底如何，还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现在没有美国航母的撑腰，英国航母舰队又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呢？对此，有人直言，在美国航母离开的时间里，中国杀鸡儆猴收拾美国的机会来了。
而此时失去美国航母庇护的英国舰队是否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一直以来，在中国周边挑衅的身影都少不了美国，而对于美国同中国对抗的心，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其不仅频繁派遣军机对我国进行抵近侦察，甚至还派遣军舰不断非法闯进我国的领海。最新的一则消息是，美国威尔伯导弹驱逐舰在没有得到中国官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闯入我国的西沙领海。除了美国以外，美国的忠实跟班英国最近也要来中国周边挑衅。日前，英国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已经启程前往印太地区。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国舰队，不少外界人士担忧未来美英一定会在中国周边海域掀起一阵大风浪。但是意外的是，在英国舰队还未到达之时，菲律宾抢先一步踩上中国红线。作为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同菲律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因为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中菲两国也避免不了在领土归属上的争议。提到菲律宾，其实在我国人的印象之中并不友好，他们一边享受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一边却频繁在中国南部海域生事。最新消息显示，菲律宾将对中国固有领土南沙群岛下手，其欲升级在中业岛上的站点。从挑衅的恶劣程度来看，菲律宾表现的比美国还狂，这也让我们不禁疑惑，一个不入流的国家为何敢同中国叫板？对于美国而言，其拥有同中国挑衅的实力，尽管在这场中美对抗中，外界认为美国获胜的几率很小，但是其仍然拥有超乎一般国家的实力。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美国都称得上是世界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来说，中美两国对抗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必然。但是菲律宾和中国叫板就太说不过去了。单从军队人数以及武器数量上来看，这个国家跟强大一点边都沾不上。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其在中国南部海域如此强硬呢？各种原因很多，一方面同美国的支持分不开，另一方面也有中国自身的原因。尽管中国军力强大，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解放军已经近40年无实战经验，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战略威慑力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这并不是认为解放军无实战经验就无战力，而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证明战略威慑力唯一且有效的办法就是经过战争。如今菲律宾的挑衅举动或许已经表明，重建我国战略威慑力已经刻不容缓。如果迟迟得不到证实，未来类似的麻烦在中国周边还会不断重演。众所周知，航空母舰一直被公认为海洋中的主导武器，而从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后，美军的航母舰队在海洋的统治地位也越来越大。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所有美军参与的武装冲突中，美军航母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的美国还会经常利用航母的优势，对中俄进行无端的打压和挑衅。对于中国而言，美军航母的存在也极大干预了我国收复台岛、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和俄罗斯开始研制能够让航母更容易受到打击的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在经过不懈的努力下，两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也算是有所成就。据越南媒体近日报道称，中国海军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曾发射了2枚反舰导弹，当时的目标船只正在向南海移动，并且距离发射地点有几千公里，但是我军的反舰弹道导弹还是直接击中了目标。之后美媒报道称，这是世界首次了解中国的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它能够击中正在移动的目标，而且还有中国专家指出，这是解放军在对那些潜在敌人发出的警告。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军为了与中国海军保持同步，在同年12月也进行了锆石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的第3次试射。该导弹从距离目标300公里的一艘俄军护卫舰上发射，并成功的将目标摧毁。对此，越南媒体表示，中俄同步试射反舰导弹很有可能对美军航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同时也可能意味着美军航母的统治地位将被终结。我们知道，航空母舰的主要威胁有2个，一个是弹道反舰导弹，另一个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中国海军在去年8月测试了2种弹道反舰导弹，分别是东风21和东风26。这种导弹都属于中程导弹，主要被用来摧毁陆地和海洋目标，其射程能达到3500公里，而且还能穿透美军航母的导弹防御系统。除此以外，中国现在还已经研制了东风17和东风100，这2种类型的高超音速反舰武器的性能更为强悍。同时，俄罗斯也正在研发多种反舰武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锆石导弹，并且有俄罗斯官员表示，俄海军将会为所有的升级舰艇和新舰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军航母的实力虽然强大，但是只要中俄增强自身海军建设，手握强悍的航母杀器，那么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美军航母的统治地位也必将被终结。